中国的湖南省委发布了一个通知，要求全省解放思想。我看到海外的评论开始热烈讨论这件事情。我一看这个所谓的解放思想的通知的具体内容，一下就笑出声来了。大家好，欢迎来到公子视频节目，我是公子沈。湖南省委发布了一个通知，说要进行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那么很多人以为这个解放思想是不是当年邓小平提的那个解放思想呢？我一看那个通知的原文，不出意外，果然此解放思想非彼解放思想。它第一个解放思想的条件就是必须坚定不移沿着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指引，还要围绕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思想跟行动统一。那么这时候大家没看明白，你解放思想得有一个过去的思想，过去的错误思想，你从这个错误思想当中解放出来，对不对？就像说这个共产党说要解放中国，为了推翻一个独裁专制的国民党政府，对吧？你得有一个对象然后从这个对象当中解放出来。结果我们看了半天没有看到对象。你说了半天解放思想，解放什么思想呢？说白了，这个解放思想更像是所谓巩固思想，巩固学习和落实习近平思想。那你叫怎么解放思想呢？对吧？大家以为解放了，不再讲习近平思想了从习近平思想当中解放出来了，以为这个叫做解放思想正好错了。过去邓小平解放思想，那个思想指的是毛泽东思想，所以他解放思想就是说不要再搞以阶级斗争为纲，我们现在要讲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而不是所谓的阶级斗争，把这个中国人分成不同的阶级，然后进行残酷的血腥的镇压和专政，从毛泽东思想当中解放出来，开始改革开放，对吧？它有个对象的，今天没有对象。然后这个解放思想的全文都是在不断的支持和吹嘘现有的思想，那叫什么解放呢？很多人误解了，就是这个解放思想只不过是因为他用了这个词儿在历史上有过，然后而且是正面的，大家就以为这个解放思想就是过去那样的实际上我觉得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他只是用了这个词儿，但是我认为他用错了，闹了半天最后还是要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统一到哪儿上？统一到习近平身上，统一到习近平思想当中。这怎么能够叫解放呢？就叫巩固思想，对吧？叫凝结思想，或者说叫统一思想，还差不多。非要说解放思想的话，那就应该是从邓小平的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吧？就是所谓的这个改革开放，引入外资这个是运行了几十年的一个改革开放思想。现在的习近平要解放思想的话，我觉得这思想应该指的是邓小平的思想，或者说改革开放的思想，我要解放出来不能够再像过去那样的一个为了钱来活为了这个利益来活。我们要强化党对这个社会的全面管控，巩固习近平的权利，巩固习近平思想在中国的运用。所以我觉得这个解放思想如果非要说得通的话，那这个思想应该指的是过去改革开放的思想，那就不是件好事了，对吧？那就跟过去那个解放思想完全是蛮拧，完全是180度的转变。过去是强调政治安全，然后解放思想变成了强调经济发展，现在这解放思想回去，把人们从强调经济发展这个思想当中解放出来，变成还是要强调政治安全，强调党的权威。从这个湖南开始要强调解放思想的大讨论，这不是他们当地政府一拍脑门决定的，它一定是要试水，一定是中央同意的，要试水。我觉得是一种文字游戏，当然刚才讲到了，对吧？它利用了过去那个解放思想的一个正面的词汇，来实际上目的是要实现它巩固思想、统一思想的目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他现在有这样的一个急迫的需求要这么做，就是过去改革开放已经让大家军心涣散，大家都想怎么赚钱，对吧？然后觉得现在经济怎么那么差呀？你是政府哪儿出了问题呀，对吧？大家现在在抱怨，在质疑，那么这时候就需要把大家思想统一过来，就让大家知道过去那个思想是错误的，你要解放出来，你要明白我们现在做的是对的，习近平的路线才是真正对中国好的，才是能够挽救共产党、挽救中国的。所以他现在要给这个党内有个这样的一方面的洗脑，所以有这样的所谓思想解放的大讨论。当然也有人分析说，这是不是像毛泽东时代那种引蛇出洞，所谓百家争鸣，对吧？百花齐放，双百运动，当年毛泽东发动的，很多人提了不同的意见，然后紧接着反右被打倒，说你们是右派，是不是习近平又来搞这个毛泽东这一招
我倒不这么认为，因为大家经历过那个时代之后，不会傻到说，特别是这些官员能够混到今天这个地位的人，他不会傻到说真的会向习近平提意见。大家心里很清楚，你妄议中央会很倒霉，而且习近平过去抓这么多人，已经告诉大家了，有些红线是不能碰的。所以我觉得倒不是说引蛇出洞，因为没有蛇会出来了，真的会出动的早就主动的出动了，然后被抓了啊，现在在监狱里的，或者已经下台了。而且别忘了，当时的引蛇出洞，你得先政府说出让大家干什么，就是大家可以提意见，对吧？那这次的解放思想大讨论，他没有说大家请提出不同的意见，而是去讨论怎么做更符合现在的习近平思想的要求啊，满足这个要求。讨论的不是说现在共产党做的哪些地方不对，而是会讨论共产党做的哪些地方是对的，习近平怎么样的英明领导。我觉得这个完全跟过去是不一样的。但是呢，因为习近平过去开了那么多年的倒车，大家对过去那改革开放时期充满了怀念。虽然那个时候也有很多的腐败问题、官商勾结问题、社会不公问题，但是总是有一点希望的，对吧？90年代、2000年有一点希望，就觉得社会在慢慢的好转，越来越文明，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制度化，干部的水平也越来越高啊，甚至还有很多的官员到海外去留学进修，就是你会觉得有这样的一个希望。我记得那时候还有人跟我讲过说啊，中央很多的这些智囊都是什么耶鲁、哈佛毕业的什么，结果呢？所以大家看到这样的一个变化，很心有不甘。所以一看到啊某些蛛丝马迹，什么好像政府有什么比较开明的政策啦，然后有一些改革的呼声啦，然后有些党内的人提出了什么不同的意见啦，甚至是有这样的所谓思想解放的名词出现在官方的报道当中啦。大家就立刻就以为我们又可以回去了啊，又可以回到过去那种充满希望的时代了，或者说跟西方继续的友好融合的时代了，对吧？我觉得还是要淡定一点，就是可能很多人还是有一点点想要去幻想回到过去那个时代，但是现在时代在改变啊，虽然目前状况不是我们想看到的一个结果，但事已至此，习近平已经开始加速。中美之间也掉入到了修昔底德陷阱当中，而中共党国体制本身也步入到了走向毁灭的这个快车道当中，没有任何可能性能够阻止它的灭亡，也没有可能让中国再回到过去那个时代。不仅中国回不去，美国也回不去，整个国际社会甚至都很难回到过去那个资本主义全球化大繁荣、大扩张的时代。我知道很多中国人感情上难以接受，所以我在节目里讲的很多的内容并不是很讨喜，就是很多人很反感，觉得你太极端啦，你太偏激啦，对吧？但是事实在证明，这个世界就得朝着更极端、更偏激的方向在发展，对吧？我只是讲出事实而已。那么另外还有一件事情也值得一提，就是在俄乌战场上，俄罗斯大捷，在战场上获得了更大的优势，而乌克兰面临更大的危机。在最近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各国代表都表现出一种焦急的心情。英国金融时报说，俄罗斯战场的大捷动摇了全球领导人对乌克兰的信心，甚至北约秘书长也强调，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如果俄罗斯真的成功占领了乌克兰，那么习近平就有可能会攻击台湾。So what happens in Ukraine today can happen in Taiwan tomorrow. And therefore I strongly believe that it's a good deal for the United States to support Ukraine. It's not charity, it's investment in their own security. Because it makes it less likely that she uses forces, for instance, against Taiwan. 所以他也是释放了一个信号，就是大家要全力的支持乌克兰，支持乌克兰就是支持台湾，就是支持全世界的和平。确实，我同意。如果俄乌战争当中乌克兰惨败，甚至被俄罗斯占领，那么一定会给习近平释放一个巨大的信号，就是你采取这个措施，你能够赢，而且还能够保证自己的政权，这会给习近平大大的信心，他更有可能在台海采取军事冒进的决定。但是这又是一个悖论，就是如果你投入太多的资源到乌克兰，那是不是相对来说投资到台海的资源就会相对减少？毕竟你能拿出钱是有限的，美国也不是说能够把所有资源都投入进去，它的每一笔钱都是要经过国会拨款，经过一个民主程序啊，层层的审核，层层的阻挠，才能够给出这样的援助。
所以这个援助如何分配啊？现在我看到就是说阻拦给乌克兰分配资源的人，包括一些美国国会议员，其实他们也有一个理由之一，就是应该把钱给到台湾，或者是怎么样。所以这是个悖论，就是如何取得一个平衡，既可以支持乌克兰不被俄罗斯吞并，同时又可以把足够的资源给到台湾，让台湾能够实现自我保护。那么当然还有一个就是能够说服美国民众这么做是有利世界、有利美国的，因为美国本土的问题也引起很多美国人的反感，包括南部边境问题、偷渡问题、治安问题、经济问题等等等等。很多普通的民众会有一个情感上的表达，甚至情绪化的发泄啊。但是作为一个手上拥有权力、拥有资源分配权利和责任的政治领袖，那他做决定就不能够说意气用事了。这里边牵扯了太多的不同的利益团体、不同的制衡、不同的制约，这是一个大博弈套中博弈套小博弈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复杂的关系。所以没有什么完美的决定能够既要又要，做出任何决定都总是有人会不满意，那也没办法，那么有人可能就要承担相应的代价。这就是政治，这就是国际关系，这就是成年人的世界。但是我也看到了欧洲现在更加的紧张啊，欧盟现在要把这个军费增加，但是在我看来，支援乌克兰的动作还是有必要的啊。其实你看到俄罗斯这样的一个庞大帝国对乌克兰的这种进攻，虽然他现在取得了优势，甚至有可能摧垮乌克兰，但是他自己付出的也非常多。先不说他损失了几十万的青壮年，还就是俄罗斯的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他的身亡被认为是普京干的啊，不能容忍这样的人还活着，说明他自身的这个权利是在动摇的，或者说他必须要采取这种极端的做法才能保护自己的权利。最近还有一个消息，可能大家没有注意到，就是俄罗斯从2024年，也就是今年开始，准备在所有的应用商店、店铺、手机软件店铺当中禁止 VPN 这种翻墙软件。据说这个禁令将会在3月生效。现在俄罗斯的某些网站已经开始删除如何使用 VPN 翻墙的这些信息了。如果你拒绝删除这些如何翻墙信息的话，那么将面临网站封锁，或者是最高400万卢布的罚款。就是你可以看到俄罗斯也在从威权走向集权，经济受到冲击，然后政治上呢，它必须要进行更大规模的封锁，这样才能够维持这个国内的稳定啊，不至于被战争拖垮。它这种走向集权时代，它一定是作茧自缚的。那只要持续对它进行围堵制裁，它会自己崩溃。那当然，这个是需要耗时很长的。它首先自己要做一个，就像我之前讲习近平一样，就是过去这几年中国做的事情，就是内部的财富再分配啊，因为它没有办法把蛋糕做大，甚至蛋糕越来越小，那只能在分配上面重新规划。同样的，俄罗斯也做，俄罗斯做的是一模一样的事情。过去也专门做期节目讲俄罗斯的普京在上台之后这20年如何的去联邦化，就是剥夺地方的权利，把权力收回到中央，重现一个俄罗斯帝国。今天的习近平也在重现一个中华帝国啊。那么这样的帝国在这样的一个全球化时代，它一定是玩不转的。但是他们呢又可以抱团取暖，可以互补，谁不够资源了，谁不够技术了，哎，可以互补，又可以维持很长时间的生存。所以看到这样的一个现象，我们就应该知道，未来这几十年的世界一定是动荡不安的。俄乌战争不会轻易结束，台海面临进一步的冲突，中美贸易大战在美国大选之后即将再掀高潮。这个时候我能够提醒大家的就是系好安全带了。虽然听起来没有办法给大家带来一些开心愉悦的心情啊，这肯定是影响我的流量的，但是没办法，咱们这个频道就是说真话的频道。好，感谢收看这期的公子视频，欢迎大家点击订阅这个频道，我们下期节目再见。